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叫声充满了恐惧。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噪音。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开始对着天花板叫，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看来问题找到了。可还没过2分钟，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实在没办法了，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只好呢去物业咨询，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这就有点诡异了。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身体还不停颤抖，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他们是真的害怕了，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接着呢拿仪器一测，果然有声音，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才导致它不停地叫，并没有什么鬼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录下这个声音，然后调高音量，反复放给狗狗听，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慢慢矫正认知，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狗狗不再乱叫，很快呢就睡着了，它是真的累了。每天睡觉前丈夫都会绕床走一圈，接着给妻子鞠一躬，嘴上还说着不好意思。一向冷淡的丈夫突然变得如此客气，妻子都快吓哭了。丈夫的奇怪变化都是因为这颗药丸，这药丸是他路过一家中医馆时发现的，说可以治疗夫妻间的婚姻疲倦期。他和老婆结婚10年早就厌倦了，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他半信半疑地询问老板，老板表示别看广告看疗效，说完就送给他1粒试用，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就试试呗。晚上他躺在沙发看杂志，不经意瞥了老婆一眼，直接吓得瘫软在地。老婆竟然变成了杂志上的美女，看着变成美女的老婆，他既紧张又兴奋，感觉像做坏事一样，直接给老婆鞠了一躬。谁知第2天早上，老婆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赶紧去找老板，才知道这药丸的作用就是洗脑，可以让服用者产生幻觉，把老婆变成自己梦中情人的样子。简单来说，吃了这药，老婆瞬间假灵变智灵，但药效却只能维持1天。他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那个赶快给我来1个月的量。就这样每天回家前，他都要先吃上1粒，回家就能看到自己理想中老婆的模样，瞬间心花怒放。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彻底爱上了自己的妻子，生活也重新变得甜甜蜜蜜，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四处打卡，处处秀恩爱。但他突然发现照片中的老婆还是原来的样子，想想也对，毕竟照片可不会受到药物影响。老婆翻阅着过往的相册，满脸幸福地回顾过往的美好，这让他心生愧疚，自己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精神出轨？1个月的药吃完了，他再次来到药店，向老板说出了自己的苦恼。老板啥也没说，就问你要不要吧。他犹豫片刻，就这样他每天痛并快乐着，一边是自己的女神，一边是自己内心的煎熬。最终他选择冷淡的处理和老婆的关系，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她。突如其来的冷淡也让老婆察觉出了不对，声泪俱下的问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了。一番倾诉之下，他终于清醒过来，发现老婆是真心的爱自己，自己真不是人呐。他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药了，即使妻子变回原来的模样，也丝毫不影响自己继续深爱着这个女人。而且他还发现，现在的妻子比之前更爱自己了。他每天都要吃牙签，边吃还边笑，好吃，特别好吃，比柚都香。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一根根往嘴里塞。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逛街的时候，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最急的人是她老公，怕她吃死了，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这又是为啥？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客服说非常好用，零差评，用完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先把头发剃光，再涂满生发液，最后戴上硅胶帽，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毕竟买都买了，那就试试呗。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伤口还在流血。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对着镜子刚准备抹去，瞬间犹豫了。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要多帅有多帅，皮肤也很白，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还是挺羡慕的，那就试试吧。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他没注意到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自己慢慢扩散，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他以为是正常反应，就这样忍着疼痛，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见瓶子还没空，他使劲往外挤，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他看得入迷，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把他吓得差点跌倒，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他赶紧冲洗，可还是晚了一步，液体已经钻进眼睛，瞬间红肿起来。不管那么多了，他逐渐失去理智，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用力撕开头套，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似乎正在含苞待放。他好奇的用力一挤，扑哧一声，疙瘩瞬间破裂，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毛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看到这一幕，他反而笑了起来，心里瞬间乐开了花，准备继续拔苗助长，一个个把痘痘挤破。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这也太帅了吧！他忍不住自拍，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他对着镜子一看，直接吓懵了，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再仔细一看，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忍着恐惧掰开眼皮，一刀下去，还真把头发刮掉了。可还没高兴一会，眼睛再次刺痛起来，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他疼得脚下一滑，直接撞昏了过去。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电话还没接通，火就冲了过来，家里瞬间变成火海，最终他被大火吞噬。看着手中的生发液，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大叔养了一屋蚊子，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就抓了满满一袋。但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还说孩子最爱吃的其实是苍蝇。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掀开盖子，那味道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绿头苍蝇漫天飞舞。大叔说这是10天前买的鸡肠子，在室外整整发酵了10天，就生成了这些苍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呢？大家好奇地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大叔把抓到的蚊子全放了出来，瞬间就跳出来了上百只树蛙。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抓蚊子也是一把好手，一口一个那是真香。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口感比蚊子好多了，一口下去还会爆浆。大叔一共养了3个大棚的树蛙，一座大棚里就有1000只。他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树蛙也都很喜欢大叔，只要大叔出现，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很快身上就爬满了10多只。不仅如此，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家人都不理解大叔的爱好，尤其是儿子，和树蛙比起来，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只是张张嘴，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足足有10厘米，和朋友一对比，感觉比别人长1倍，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不借助任何工具，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狗见了都流泪。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一方面是遗传，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能很好的控制舌头。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确实挺奇葩的。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她全身没有骨头，把手固定在凳子上，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她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
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一只手都游刃有余。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把腿绷直，双手也够不到地面。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所以才能旋转360度。这怎么可能呢？来医院一查，关节还是有的，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他并不是理发师，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把头发固定住。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这是要干嘛呢？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这不开玩笑吗？大叔也没回应，自顾自的比比划划。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10多天就长到了3米。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一夜过去了，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据大妈介绍，这盆栽大有来头，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说来也是奇怪，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认为他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从那时起，大妈每天精心照料，浇水都用山泉水。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名叫龙舌兰，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那就是一旦开花，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大妈显得很伤感，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大妈又恢复了笑容。1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龙舌兰真就开花了，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上面还泛着光，蜜蜂都被吸引来了，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6米，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都想来沾沾好运。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众人纷纷点赞许愿。这对情侣为了减肥，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他们却毫不在意。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来点，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使劲搅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笑，说味道还差点。这还没完，饭后水果更夸张，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说吃起来像巧克力。吃完香蕉还不过瘾，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说着就开始撒狗粮。节目组看不下去了，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大家带他们来医院，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他们却爱到不行，平时都舍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小姐姐尝了一口，反应非常真实，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每个桶都有编号，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来帮助凝乳沉淀。静止1夜后，奶酪成型开始腌制，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储藏室里温暖潮湿，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一般经过3天左右，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在这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针，
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根据口感的不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直到表面发霉变臭。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味道也臭得很正宗。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臭烘的得劲。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却引来一群人围观，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只因大爷有个绝活，用嘴给轮胎充气，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几下就能吹爆。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看见没气的车子，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大爷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更厉害的，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大家决定做个实验，一边用打气筒，一边大爷用嘴吹，看谁能把轮胎吹爆。比赛开始，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5分钟后，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很明显大爷赢了，但他却并不满意，说要升级挑战，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但不得不说，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大爷吹了10分钟，硬是没吹爆。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这不，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吹挖掘机轮胎。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大爷却气定神闲，坐着吹了几下，轮胎竟然纹丝不动。很明显，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稳扎稳打的吹，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毕竟是挖掘机轮胎，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大爷擦了擦汗，接着青筋暴起一阵猛吹，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大爷一脸傲娇地说，自己才66岁，还能再吹他个10年，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用来蘸着面包吃，据说口感醇香浓厚，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站在树上如履平地。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果核则可以榨油。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山羊无法消化果核，会随着粪便排出，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令当地人神魂颠倒。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在里面筛选出果核，经过手动清洗、低温烘烤，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还可以作为护发素，能修复受损的毛发。另外，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味道醇香浓厚，据说价格很高，大约每升300美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这种方式出油率高，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榨油后剩余的残渣，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用来蘸着面包吃。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把钱还给他，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接着放声大笑。看到有镜头在拍他，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走访一圈才知道，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每天送2万韩元，丢下钱就走，从不说话，真的是奇怪呀。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经过漫长等待，大妈终于出现了。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大家继续跟踪，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在买了几个汉堡后，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剩下了一个，她一口没吃，直接丢进了垃圾桶。这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甚至还有点破。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大妈却一口否认。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大妈立马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越说越离谱，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甚至水电费都没付，生活本身就很困难。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结果一听去医院，大妈直接哭了起来，
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让大家不要管他。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经过连续几天劝说，大妈同意去医院。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同时还出现了幻觉，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还要给她温暖，让大妈感受到被爱，赶快好起来。省流，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她每天坐完公交，口袋都会多出一张纸条，上面的数字还越来越小。起初他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也没在意，随手就丢了。结果第二天刚下公交，习惯性的双手插兜，又摸到了纸条，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8。这人也太无聊了吧！他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第二天上班前还特意摸了摸口袋，确定啥都没有才出门。公交车上他左顾右盼，观察了一路，也没看到任何可疑人员。可他刚一下车，就发现这奇怪的纸条又出现了，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7。这下他彻底懵了，到底是谁做的？但不管怎样，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数字就会变成26。他并不清楚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但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安。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10多天过去了。医生在给木头做 CT 检查，因为这块木头竟然会叫。木头是在他家床上拆下来的，每到深夜，床头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有点像时钟的滴答。把床移开后，啥都没有，但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这床整整响了2年，搞得夫妻俩精神崩溃，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节目组找来了木工师傅，师傅表示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是奇怪。记者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接着又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专家说了一大堆数据，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难道床头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说再多也没用，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啊，看了半天，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这里面确实有东西啊。经过反复观察，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锯开木头后，果然一头肥虫出现，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看到这个东西，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原来都是他在搞鬼。他肩膀上冒出一只诡异的手，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想想都觉得后怕。继续翻看手机相册，直接吓出一身冷汗。诡异的照片还不止这一张，这张照片上也出现了诡异的影子，有胳膊有腿，看起来很像人。当时连续拍了2张，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诡异的现象总是和孩子一同出现在照片里，他们甚至怀疑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而且自从拍下这些照片后，手机呢就莫名变得很卡，信号也变得很差。夫妻俩是真的怕了，赶紧找到了专家。通过分析照片信息，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说拍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听到这里，夫妻俩更慌了。只见专家对着照片调了一下颜色，可以看到影子周围有一圈明显的线条。专家猜测可能是之前车窗贴纸留下的印记。虽然呢肉眼看不出来，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给车窗贴上钢铁侠贴纸，然后呢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随后揭下贴纸，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印记。接下来呢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至此影子的谜底算是揭开了。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呢？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大腿旁边突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很像是裙子的衣角。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2米左右的女孩，正好呢举了手，由于视线遮挡，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节目组接着完美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至于手机信号变差，他脑袋里长了块吸铁石，每天都会吸到区别针之类的小东西，走到哪吸到哪，而且最近只要一思考，脑袋就会无缘无故的疼，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机器却一直叫个不停，拍出来的图片也很模糊。随后又做了 X 光检查，看到拍出来的片子，医生也感觉不可思议，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边缘看起来很锋利，就镶嵌在头骨上，距离大脑皮层不到2毫米，如果穿破头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奇怪的是他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当时没注意，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经过漫长的等待，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在体内存在了30年，表面早已锈迹斑斑，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经过分析，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源器件，像吹风机、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术后大妈状况良好，再次进行核磁共振，机器也没有响，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大妈唏嘘不已。这是越南民间诡异的返老还童术，将80岁老头丢进烧红的大缸里，熬成蓝色的粘稠液体，再倒进人形模具里，瞬间呢就成了18岁的帅气男孩。
这就是小伙的祖传手艺。可一旁的大叔不知道，这一逆天操作即将为他引来杀身之祸。这天穷困潦倒的大叔遇到一个走街串巷的小伙，小伙说自己的手艺是让人返老还童。大叔认为小伙疯了，说着呢就要走。小伙则表示可以带大叔一起赚钱。接着呢带大叔来到一大户人家，小伙表示可以让夫人重回18岁容颜，而且呢报价很低，只要300块，不成功的话10倍赔偿。唯一的要求就是操作过程家属不可以看。夫人半信半疑，正好呢公公已经在床上躺了3年，于是想拿公公练练手看效果。小伙信誓旦旦保证要把公公变成18岁的帅气男孩。他们一拍即合，立即开始了操作。小伙起锅烧炉，把大缸烧得滚烫后，准备把老人放进大缸，这把大叔吓坏了。小哥没解释太多，让他照做即可，说绝对安全。事已至此，两人合力把老人放进烧红的大缸。大叔吓得捂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小伙在缸里加了一种神秘液体，瞬间一切变得恍惚起来。小伙不停地搅拌，很快老人就变成了蓝色的粘稠液体，还散发出阵阵恶臭，把大叔恶心的不行。小伙呢却笑了起来，说汤熬的差不多了。接着呢把勺子递给了大叔，让大叔把蓝色液体全部盛到人形模具里。大叔看在钱的份上，忍着恶臭照做。随后呢两人一起盖上盖子，现在只需要静静等待5个时辰。1夜过后，模具开始晃动，动作越来越大，大叔吓得连连后退。小伙呢却笑颜逐开，看来那是成功了。打开模具，里面的人蹭的一下坐了起来，老人果然变成了一个帅气男孩，甚至呢还做了发型。大叔终于信了，这不发财了吗？欢呼声把老爷夫人引了过来。夫人看到帅气小伙也感到不可思议。Anh ơi, anh là cha của tụi em thiệt hả? Anh ông nội tụi bay。随后他们对老爷夫人都做了返老还童，他俩都变成了7岁小孩，两人也得到了巨额报酬。慢慢的他们名声大噪，生意也越来越多，赚得盆满钵满。可这时大叔却起了贪念，你看啊，整个流程自己早就学会了，只要独占这个人形模具，那不就发了吗？于是呢趁小伙熟睡把他绑了起来，连夜带着模具跑路了。但大叔不会想到，这正好中了小伙的套路，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第二天，大叔来到约定好的大户人家，这家的夫人想要重回18岁，没有太多废话，大叔按照小伙的步骤开始操作，没成想却出了大事。等待了6个时辰后，模具却一点反应没有，趴在上面仔细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声音。这时呢，屋外传来了老爷的敲门声，他这下真的慌了神。老爷带人冲了进来，他谎称18岁的老婆现在就在模具里，说完呢就偷偷溜走了。老爷赶紧招呼下人打开盖子，结果里面空空如也，看到缸里还有老婆的鞋子，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是失败了呀。接着呢找人要把大叔抓回来。逃跑的路上，大叔突然被一道金光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正是小伙。原来这小伙是天神，为了考验人性来到人间。大叔不停地求饶，天神则表示自作孽不可活，说完呢就化作一团火焰消失了。这时老爷手下也赶到了这里，要把大叔打死。就在这时，一句手下留情，众人发现夫人竟然回来了，看来是天神施法，大叔总算逃过一劫。所以说呢，做人不能太贪婪。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客服说非常好用，零差评。用完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先把头发剃光，再涂满生发液，最后戴上硅胶帽，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毕竟买都买了，那就试试呗。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伤口还在流血，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对着镜子刚准备抹，却瞬间犹豫了。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要多帅有多帅，皮肤也很白，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还是挺羡慕的，那就试试吧，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他没注意到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自己慢慢扩散，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他以为是正常反应，就这样忍着疼痛，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见瓶子还没空，他使劲往外挤，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他看得入迷，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把他吓得差点跌倒，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他赶紧冲洗，可还是晚了一步，液体已经钻进眼睛，瞬间红肿起来。不管那么多了，他逐渐失去理智，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用力撕开头套，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似乎正在含苞待放。他好奇的用力一挤，扑哧一声，疙瘩瞬间破裂，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毛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看到这一幕，他反而笑了起来。
心里瞬间乐开了花，准备继续拔苗助长，一个个把痘痘挤破。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这也太帅了吧！他忍不住自拍，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他对着镜子一看，直接吓懵了，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再仔细一看，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忍着恐惧掰开眼皮。一刀下去，还真把头发刮掉了。可还没高兴一会，眼睛再次刺痛起来，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他疼得脚下一滑，直接撞昏了过去。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电话还没接通，火就冲了过来，家里瞬间变成火海。最终他被大火吞噬，看着手中的生发液，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中国奶奶在美国算了一卦，神婆说今天是她这辈子运气最好的一天。她听完直接把存款都取了出来，正好碰上银行做活动，她恰好是第88号客户，银行直接送给她8袋大米。看来今天运气果然不一样。接着她特意擦了香香来到赌场，第一次来赌场就把全部身家压在了8号。想到这小球转了几圈，还真稳稳落在了8号，50块瞬间变成了1000块。奶奶乘胜追击，直接100块压8号，结果小球还是很听话的落在了8号，筹码再次翻倍。看来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幸运日啊！奶奶信心爆棚，直接将全部筹码梭哈，全压在了8号。这个玩法让旁边的老外看得心脏直突突，劝他冷静一点。奶奶直接不理。转盘再次转了起来，不出意外，小球还是落在了8号，3000立马变6万，奶奶瞬间征服全场。这下周围的老外算是彻底服了，奶奶则一脸傲娇的开始玩其他项目。其实她不懂什么游戏规则，不管玩啥张嘴就是。可奇怪的是，大妈压啥中啥，很快就赢得盆满钵满。然而奶奶并不满足，最后想玩个大的，把全部筹码都梭哈了。结果运气好像用完了，这局输得干干净净，连本金都输了进去，一下啥都没有了。这感觉跟过山车一样。奶奶不服气，又去找神婆，把今天的事都告诉了神婆。神婆算了半天，告诉奶奶一个开运方法，那就是用菊花和金鱼一起泡澡。回家后，奶奶照做，在浴缸撒了点菊花。隔天在公交车上，一老头睡着后一直往他身上靠，刚推回去又靠了上来。奶奶不耐烦了，这老头睡得这么死吗？她伸手往老头鼻子上一探，还真死了。大妈瞬间慌了，刚想下车，这时司机一个急转弯，老头的包突然掉在了他身上。出于好奇拉开一看，满满1袋子美元。再一看这老头纹龙画凤的，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左右看了一圈也没人发现，直接就把钱背夹去了。第二天大妈就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嘿嘿，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伤口上，伤口竟然瞬间愈合了，同时还飘散出一股恶臭。女孩这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然而怪物并不知道这个想法将会把她带入万丈深渊。最后的反转让人始料不及，女孩意外流落荒岛，为了生存她在岛上转了一圈，什么生存物资都没找到，天也渐渐黑了下来，她都要绝望了。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恶臭，还伴随着一声巨响，她循着气味找去，竟发现了一堆干柴和打火机，随即生着了火，点燃了黑夜中的一丝希望。然而远处一双诡异的血红大眼正盯着她。第二天女孩醒来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食物，随之一股恶臭再次袭来。女孩抬头一看，赫然出现一个怪物，吓得她撒腿就跑。怪物紧追不舍，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女孩脚下一滑摔倒了，膝盖都磕破了。怪物见状不仅没伤害她，反而还摸了一手鼻涕涂在了伤口上。女孩吓得惊慌失措，没想到的是伤口竟然奇迹愈合了。随后怪物还帮女孩摘野果吃，看起来这怪物也不坏呀。他们就这样愉快地相处起来。不过怪兽的体味是真臭，女孩竟想要帮怪兽洗澡，但怪兽碰到海水却很恐惧，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第7天，远处传来汽笛声，女孩总算得救了。她坐在船上却有些失落。回家后，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洗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香气的来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脏衣服，这味道奇香无比，之前从来没闻到过。她忍不住抱着闻了又闻。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他找到专家对衣服进行化验分析，结果在衣服上检测出了未知的香气成分，这是个伟大的发现。专家显得异常兴奋，问他怎么弄的，他却绝口不提，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岛，鼻涕怪见到他开心的像个孩子，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想装上满满一箱鼻涕。鼻涕怪二话没说，接着分泌了大量粘液，女孩直接上手抓，一点点往箱子里撸。女孩凭借这些鼻涕做出了风靡世界的香水，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很快就销售一空，女孩赚得盆满钵满。为了不让外人发现这个秘密，
女孩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座偏僻的无人小岛，本以为能一直顺风顺水，不料军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政府怀疑它散发的恶臭是有毒气体，于是决定派出军队消灭鼻涕怪。就在坦克瞄准鼻涕怪的这一刻，女孩冲了出来，苦苦哀求，但根本无济于事。最终鼻涕怪还是被消灭了。女孩痛苦不已，不仅是好朋友死了，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汤了。没想到的是，怪物死后，市面上又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款香水。镜头一转，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么东西，转过脸才发现，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家里为了6000块钱就把它卖了，她逃了3次，都被家里送了回来。她发誓一定要逃出去，趁着现在自己生活好了一点，她决定带着丈夫坐飞机回老家。老子终于回来了。然后来到一个班级，透过窗户往里看，刚看两眼泪水开始打转。她这是看到了自己和前夫的孩子，她一把抱住儿子，哭红了眼眶。孩子看到他却显得很陌生。上课后，林宝站在门口跟他打气，刚刚还一言不发的儿子却哭了，这让年轻的妈妈瞬间崩溃。她躲在角落泣不成声，觉得自己亏欠孩子太多。第二天，她偷偷出来买了电话手表，带着一堆零食来到前夫家。林宝想从物质上弥补孩子，最终这事被丈夫知道了，丈夫大发雷霆。林宝也很生气，因为丈夫结婚前说不介意自己有小孩，但现在的态度实在让她寒心。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没过多久，两人就离婚了。这个尼姑在寺庙囤了10多箱洗衣液，却从不用来洗衣服。那这些洗衣液是用来干啥的呢？只见她念完经，接着就拿出了一瓶洗衣液，倒出来一点就往身上抹。外出散步的时候也要抹一抹，每天都要涂好几次，一天就能用掉3瓶。总之不允许身上有任何干燥的地方，甚至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就这么洗了起来。洗衣液直接成了她的沐浴露，寺院里洗衣液随处可见。然而这些仅仅是1个月的量，1年时间内用掉了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衣服。更奇葩的是，她洗衣服却从来不用洗衣液，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大家都很担心她，而她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她的命，这又是为啥？原来在去年她遭遇了入室抢劫，受了严重的外伤，虽然恢复了健康，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有天痒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从那之后就离不开洗衣液了。医生表示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她的皮肤变得很干燥，还得了皮炎，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没想到一直以为是灵丹妙药的洗衣液，竟然在伤害自己。她回去就把洗衣液都丢了，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完全是因为那件事，直到最后瘦下来，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她刚开始也很懵，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就跟着吃了起来。加上听不懂英语，别人问他好不好吃，他只会说 yes。 主人以为他很喜欢吃肉，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仅仅过了3个月，体重就增加了30斤，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吃饭时他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他尤其喜欢吃奶油，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他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慢慢的他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觉得自己胖，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他属于是非常苗条的，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于是呢，他想着继续增肥，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比之前吃的更夸张。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留学结束后，她迫切的想回国，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男朋友震惊了，你谁啊？是我。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你太胖了。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而就是胖，发誓要减肥。于是呢开始运动，接着控制饮食，坚持了没几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在放弃的边缘，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有这么臭吗？拿过来一闻，差点晕过去，瞬间就没了食欲，还不停的想吐。他突然灵光一现，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闻一下能顶一整天。再后来呢，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1大圈。但是大家不要模仿，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不一定正确，也并不适合所有人，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减肥呢量力而行，健健康康最重要。约会中的男人突然从后面掏出了自己的粑粑，还非常自然地拿在手里把玩。见女友不忍直视，他竟然将粑粑放在了桌子上，一根不过瘾，他接着又熟练地拉开拉链，只听啵的一声，又从后面掏出了还热乎的粑粑，
在未来日本发明了一项技术，通过身体改造就可以把排泄物变成一个个小飞棍。这里的人每天都穿着后面有拉链的裤子，就是可以方便他们随时随便的掏粑粑。他今天约会的目的就是想让女友也去改造一下，但女友明显很排斥这项技术。晚上他邀请女友来家共进晚餐，几杯红酒下肚，情到深处他一边说着情话，一边掏出粑粑向女友求婚。哼，我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你。女友原本很感动，可看着还热乎的小飞棍，她再也忍不了了，质问他这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粑粑求婚，还说自己的父母非常排斥做过改造的人，并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没有解释，直接将小飞棍怼到了女友嘴边，就是想让女友改变观念。小飞棍是环保的，不仅不臭，反而还带着花香。女友突然一阵反胃，跑去了厕所，打开厕所门才发现他家里已经没有马桶了。女友问他如何小便，他表示自己改造的比较彻底，小便也包含在了小飞棍里。没办法了，女友只好跑去外面找公共厕所，却发现就连公共厕所都要拆除了。他有点动摇，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改造一下了？工作中看到同事一个个都已经改造，非常自然地掏出粑粑仔细把玩。日本政府也呼吁全体国民都应该尽快改造，保持应改尽改的原则，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下他终于决定去改造，预约了东京最好的医院，选择好改造方案，手术就开始了。几分钟后手术完成，他突然感觉屁股下面有异样，医生让他做好准备，小飞棍来了。他伸手一掏，只听啵的一声，果然掏出了自己的小飞棍。医生一脸笑意地祝贺他，还说这是个好粑粑。不久后他们终于喜结连理。婚礼当晚，她跟丈夫道歉，认为之前的自己太蠢了，不知道改造后这么的干净又卫生。丈夫听了十分开心，随即拉上了窗帘，结果他却突然愣住了，这才发现老婆改造的太彻底，和自己的型号根本不匹配，看样子自己只能再去做个升级了。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 据大叔说，这西瓜成精了，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瓜农也说这瓜保熟，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它就长出了嫩芽，生长速度肉眼可见，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自从西瓜发芽后，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这下好了，大叔更不敢吃了，直接供了起来，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村民议论纷纷，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成精了。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准备给他照 CT， 反复照了几次，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和正常西瓜对比下，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最终冒出来。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地笑了笑，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即使睡觉也不摘，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看了就会做噩梦，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但从不照镜子，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着很正常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奇怪。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这对她打击很大。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牙龈都是外翻的。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穿着白衣服，看着十分诡异，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第二天又见到了他，正戴着面具做表演。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表演结束后，他终于摘下了面具，满头大汗。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原来啊，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手脚不停出汗，以至于失误不断。慢慢的，只要有人在，自己就无法弹琴，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当起了快递员。偶然的一次，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现在戴上面具后，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感觉非常自在。节目组建议他
摘掉面具表演，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第二天下班后，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表演结束，他突然举起了牌子，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这一刻，他决定摘掉面具，众人纷纷鼓掌支持。他不再紧张，不再恐惧，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所以说，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把鞋油涂在脸上，连续10年，每天都要涂1盒。10年来没洗过脸，除了眼睛和嘴巴，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即使这样，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从1天涂抹1次，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边涂还边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什么都不说，紧张地环顾四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说女人是他姐姐，询问姐姐情况，姐姐却越来越激动，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此时温度零下4度。节目组想要帮助他，却被拒绝了。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姐姐立马暴躁地哭了起来，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消失在了镜头里。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经常离家出走，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为了寻找他们，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一直没有回音，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在车站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姐弟俩。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姐姐还是没有说。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决定洗脸了。鞋油成块的掉落，整整洗了3个小时，终于清洗干净，这样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往他脸上涂鞋油，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慢慢的，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哥哥脾气暴躁，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每到半夜12点，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主人说，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你可以想象一下，半夜12点，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主人说，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听起来又哭又笑的，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而且有声音的时候，燃气管道都会震动。物业也调查过原因，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所以专家认为声音
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现在问题来了，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想要找到这个人，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但是一夜过去了，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一晚不行那就2晚。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过了好多天，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自己睡得也很好，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即便手动关闭，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
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杯可打进杯拉完丝。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他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他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啊竟然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她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先喝口温水，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随后又取出假牙，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完事再戴起来。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 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节目组好奇的问她，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奶奶说眼药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里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活血化瘀，疏通经脉，而且脚上也可以用，治脚气一绝，今天涂明天好。不仅如此，眼药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她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
又到饭点了，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结果感觉非常 gay，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否则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却说你们试试嘛，真的管用。最后没办法，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医生明确说道，眼药膏不是万能的，不仅不能帮助她，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生病的时候喝可乐，织毛衣的时候腰酸背痛喝可乐，唱歌唱累了也会喝可乐。采访人员说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觉很累。奶奶却说那赶紧整一瓶可乐呀，困了累了喝可乐嘛。她家里到处都塞满了可乐，像这样的罐装可乐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里她喝了15罐可乐，这相当于一个游泳池的量。她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她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她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她的可乐从来不放冰箱里。节目组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冰可乐真的不会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气干了冰可乐。喝完后奶奶连连摇头，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温可乐，然后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胃肠啊，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点，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来。妻子想劝阻，但是无济于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没别的毛病。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儿。为了证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挑选完毕，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劲，口感极佳。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但也很爽口。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医生也是大为震惊，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以后改成吃牙签。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连说服了，你们都是铁齿铜牙，我只能吃点软的了。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只不过瘾，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秋谈谈还能拉丝。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幸福。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母亲很担心他，但他却并不在意，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为了疗养身体，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有一天，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于是一发
不可收拾。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他只吃野生的泥鳅，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稍微清洗一下，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如果非要吃的话，建议只能中午吃。最后大叔也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会尽量少吃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只韩国猫咪太奇葩了，只见主人拿出一片泡菜递给小白，小白闻了闻，还是熟悉的味道。然而下面这只母鸡下的蛋就很神奇了。你可能见过双黄蛋或者三黄蛋，但你见过有70多颗蛋黄的鸡蛋吗？这天主人在鸡窝里发现一个蛋，看着就是个正经鸡蛋，就是蛋壳有点软，主人回家就把蛋煮了，结果煮开之后，软软的蛋壳里面竟然出现70多颗透明的小弹珠，难道是母鸡和别的动物打了扑克牌？但主人说它一直被关在笼子里，是个很守妇道的鸡，不可能出去沾花惹草的。为了解开谜团，节目组找到了养鸡场专家，专家说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母鸡下软蛋。专家还说，因为鸡蛋都是先形成蛋黄，然后再形成蛋壳的，但你这里面的70多颗透明的东西并不是蛋黄，所以不认为这是鸡蛋。2天后母鸡又下了一个蛋，是个有蛋黄的正常鸡蛋，这就很神奇了。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主人去医院咨询，医生猜测可能是这个玩具不知道被谁丢到了鸡窝里，被主人当成了鸡蛋而已。为了证实这个猜测，节目组请来了玩具方面的专家。是的，一群熊孩子打开盒子，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这不就是那个奇趣蛋吗？专家还说，奇趣蛋里面有弹珠，一捏就会跑出来，和这个不能说是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随后主人拿着一颗奇趣蛋研究起来，把蛋剪开后，里面确实有很多弹珠，至此真相大白。一个让全村震惊的怪蛋，竟然只是一个玩具而已，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是谁把奇趣蛋丢在了鸡笼里？鸡笼在屋顶，屋顶锁着门，栅栏也很高，只有他们夫妻2人才可以进入。老爷子开始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都说没有去过屋顶，而且老爷子也没有孙子，没有人玩这种玩具，最终还是成了一宗悬案。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相比于这只母鸡，下面这只狗就正常多了。这只狗双腿趴在瑜伽垫上，伸展开后腿，一套标准的瑜伽动作。它竟然会做瑜伽。节目组来采访的时候，还没等节目组开口，小白就准备展示了。一个自律的狗子有多可怕？主人说，在他做家务或者玩手机的时候，小白就会做瑜伽。主人还为小白拍过写真，看着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只可惜小白是个公狗。瑜伽教练说，瑜伽里确实有小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抬起胸部，同时保持手臂伸直。那么小白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瑜伽的呢？主人说是2年前小白背部受伤后就开始这样做了。难道是因为背痛才这样做的吗？主人之前也带小白去看了宠物医生，结果小白身体很健康，平时遛弯那叫一个快，完全没任何毛病。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主人做瑜伽，然后开始模仿的呢？结果主人却说，为了搞清楚小白为什么会这样，动物行为专家开始观看小白的录像。专家认为，小白刚开始做这个姿势的时候，是为了吸引主人的注意，慢慢的就习惯做这个动作了，没什么大道理，就像有些狗喜欢咬自己尾巴一样。随后瑜伽老师还对小白进行了培训，教给他一些瑜伽动作，小白学得有模有样，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啥也别说了，赶紧送小白去上学吧，太聪明了。我个人的话还是喜欢土狗多一点，毕竟土狗不用学瑜伽，还会吃屎。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